你喜欢大麻吗？喜欢0到10分可以打几分？10分。那你最讨厌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的天气太热了。最喜欢大麻的什么呢？我最喜欢美食，肉骨茶。你觉得赚多少钱就可以退休了？无限。你最佳退休的地点会觉得在哪里？吉隆坡吧，因为靠近我们的家。你现在做生意快乐吗？快乐。你平时除了开店，回到家喜欢做什么呢？就是上网，或者是跟女儿一起玩。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？就是创办了这间圣源满的有机杂货铺。开始了吗？算它的存在。老板，你先介绍一下，有开店多少时间？大家好，我是 Steve， 姓许的，我经营 Harmony Forever Organic Grocery， 中文名叫圣源满，其实已经3年多了。我们是在疫情期间，一共是第37个月。我们主要是售卖一些新鲜的食材，柴米油盐，然后有新鲜的鸡、鱼，还有就是保健品，大部分也是有机，也是有一些是不算是有机，可是是天然的一些食材啊，或者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一些食材。对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理念来开这样的一家店，而且主要有一些有机的东西呢？因为吃的健康会比较长寿，还有就是我们也希望去将一些好的食材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卖的鸡啊，或者是鱼啊，或者是一些食品，它会比较贵，不是因为我们赚得多，而是它本身的成本会比较低。我们每次来购买，你都说你的鱼都是有一个渔场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一些鱼的产品的特点吗？我们所有的鱼货都是从一个渔夫朋友，这位渔夫朋友是我们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好朋友，在一个地方叫大港，就是苏麦巴萨，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渔村之一。那个鱼他当天就捕获，早上他捕获，然后下午就来到我们的店，然后我们就即刻处理。处理就是说我们挖鱼鳞啊，然后去除里面的内脏，然后就直接真空包装，直接就收冰储，一定是要用这样的方式，与速冻的方式来保持那个鱼肉还有虾肉的鲜度。你觉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至少的标准？你觉得那它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要呈现给大家，一定是优质的食材了，就是要新鲜的。你怎么定义优质跟新鲜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货源就是今天捕获，然后今天就来到，所以它的那个食材会比较优质，肯定是优质，应该是这样的说。其实还是要靠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嘛，要看自己的经验，靠商家的良心和经验，消费者的一些大胆的尝试吧。对，肯定是这样子。但我相信未来这个状况会更好嘛，标准应该也会更加的清晰。对，好比我们2020年开始经营这门生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口水去讲解，可是还是很多人也是觉得，哎呀，他们会半信半疑，觉得这东西是不是有机，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那么优良品质。我们是用时间去证明给顾客知道，我们卖的东西是与众不同、优良品质的那一个存在了。有一个证明，就是你的回头客应该会很多，那就可以证明是你的教育是有效的嘛。对，我们的是这样吗？对，大部分的顾客来源都是回头客，还有就是回头客再介绍新的顾客这样子。像我们这样从 Google 搜过来的，但是新客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做一些调研嘛，可能有100来票的投票，问大家有没有买有机的习惯和认知。差不多有45%的人从来没有买过有机的。对，你觉得障碍在哪里？什么使得大家还没有选择有机？其实有机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，当一个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，他才会去找有机的食品，这就跟买保险一样。对，还有我想更高的成本导致它更高的售价，应该也会有一些关系嘛？会有直接的一个连带关系。那些有机的东西，它的利润会不会比一般的会本身就是要高一些？成本是高，然后利润大致上是相同的。就是它本身如果有机的食品跟一个不是有机的，它的利润也是在控制在一定的那个%数里面。原先呢，你是做广告行业的吗？你是怎么走上到开店的，经营自己的这一片小小的天地呢 ？MCO 不能去工作，广告行业也做不下去了。我将我在11年的广告行业学到的知识，还有我的人脉，我就搬来做这一家有机健康早点。降维打击了你原先知识用到一个新鲜的实体上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俩也是这样，好像是注定的一样。也是因为我跟我的太太，就是我的前女友了，现在以前的前女友然后就有这个胃酸倒流很严重的问题，不开心我曾经也是因为胃酸倒流患上了一种叫 panic attack 的一个精神病因为胃胀气，然后导致我呼吸困难，然后我一直以为我有心脏病。那很严重了，听到很严重的，就是以你的能力在广告行业嘛，选择很多，可是这个而不是其他。我还忠于这个行业，是因为这个行业是我跟我的家人一起经营的，就是我会我的爸爸、我的弟弟还有我的老婆在同一家店这样子经营一个 family business 啦。其实你每天是在创业经营，其实每天也是在和家人相处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合2为1。对，就是合2为1。创业的感觉怎么样？很辛苦，对，很不容易。然后要
守业会比较难，尤其是疫情过后，大家都然后变得在家里烹饪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你现在觉得做有机这个产业赚钱吗？还好，其实是还好，比在公司这个做工比起来，是吧？比起来的话，可能公司会比较高薪一点点。我太太她才是你真正的粉丝，买单的是她。好，先问一下，你这个店名为什么叫盛源买？盛源买，哎，对，你能解释一下？它其实是我的爸爸。爸爸的一间店，他很想做这个米店哦，因为他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杂货店。然后盛其实是盛源其实是我爸爸的孙，也就是我哥哥还有我的孩子的名字。盛是男的，源是女的，所以盛源满这样子就来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。然后为什么是满是因为我们卖米米缸要常满，所以你这名字既兼顾了长辈的对这个夙愿哈，然后你对下一代的一个行业，还有你对家庭生活的一个向往和理念，我觉得都在里边。那你们这个店为什么没有卖蔬菜呢？其实我们曾经有卖过蔬菜，菜农，他也是因为疫情过后他的业绩就一落千丈，然后他也结业了。我们也听过类似这样农场的故事，他们都做不下去，是因为会选择的人不多。如果有一个人他在犹豫你会用2句话就说服他的话，你会怎么说？如果你不看价格的话，其实有机的食品吃的会比较安心。还有吗？长远来说，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，为了自己的长远嘛。对，非常好啊，就是也是道出了有机的本质嘛。你刚刚讲有机的产品通常它成本会高一点嘛？它主要高在哪里？它的量生产不多，主要是是 OK 明白。你们这里卖的东西你自己吃吗？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有卖这个食品，我们自己都有吃对，那就很多人是这样来判断，好不好？看老板自己吃不吃。我以前问我老板，他就说不要创业。我正常讲这些，你可以打工，继续打工。但是在马来西亚 SME 的比例很高啊。比如讲我说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他们创业的人很少，也是因为我们本身好像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创业的 business 的 vision 是什么？优质食品杂货店的 vision 就是我希望将我们知道的一些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。我们的身体的 engine 还很漂亮，还很有活力的时候去保健，而不是等到我们有疾病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才去找这些保健品，或者是吃得更健康。我是想开这间店的那个主要的 mission 是这样子的，虽然你听起来好像是是不是这么的伟大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想未雨绸缪的意思。非常好，因为利益足够高你的生意才可能会做得很大，因为你的用心、你的善意是别人是可以感受到的。最后就是你有什么电影或者书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吗？我最喜欢《魔戒》3部曲，哇！还有我很喜欢周星驰系列的每一套电影，对他的每一句对白我可能都会念。好，那老板我会说一个周星驰你最喜欢的电影。我的最喜欢的电影《破坏之王》。这我没看过没看过，就是那个咸蛋炒的那个，还有也是里面有古巨基。古巨基大概是最喜欢的。古巨基的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这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。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。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，思考相对深入，表现稍显生动，制作就算精良。希望你喜欢，帮我一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我们一起打败 YouTube 的算法。谢谢，拜拜。